Hello， 今天来绑 FG 结，为什么要绑 FG 结 ？FG 结之前小饼不是有介绍过了吗？网络上也有很多人介绍过了啊。为什么又要再重新介绍一次 FG 结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 FG 结进化了。我觉得之前的 FG 结已经很棒了，可是它还能再进化，你相信吗？这是这几年小饼在海边啊、各处走跳啊，然后去钓 GT 啊、去钓大物啊，累积下来的经验。前辈也跟小饼分享绑 FG 结的经验，所以在这一边小饼拍成影片，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FG 结有没有更快速、更强力、更方便的绑法。有的，小饼今天介绍的 FG 结绑法是一个很方便、轻松、简单、快速的一个绑法，我们就直接来绑制，然后来看看到底哪个地方不一样。首先拉出2尺左右的 PE 线，对折，呈现一个 U 字形的状态。回折之后，小拇指捏着你的这个线头，缠绕大概4、5圈之后，再将你的食指跟大拇指呈现一个弓字状，然后套住这个回圈，然后拿起你的前导线7、8公分的位置，拿 PE 线的这个手右手，你的动作就是旋转，你的左手就是上下，这边旋转，这边上下，拉近 PE 线的弓线的位置，捏好，转圈，将线头弹上来之后，转圈，再转圈。基本上这些动作都一样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，FG 结之前的绑法，大家都会将麻花推进来，让它的 PE 线都是紧靠的状态。但是这个绑法不需要这样子做，你只需要捏好你的线，尽量让你的这个弓线往外旋转，往外旋转，让线呈现一个往外延伸的一个交叉麻花状，连续的回旋，你不需要用牙齿咬，你不需要用手硬去拉，尽量让它紧绷的状态，这样子动作其实就够了。15的回圈之后结束，一样将你的 PE 线母线拉直，做2个正反半扣。做2个正反半扣之后，用你的手套、指套都可以拉紧的动作，越紧，相对的它的 PE 线咬进你的这个前导线的状态就会咬得越实越紧，所有的 PE 线线节拉到变色为止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工具可以把它拉得更紧实，那最好。那如果说你没有像扯线器啊，你只有手套，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，两边都已经缠好一定的距离之后，放在你的大腿外侧。往外，你的大腿的力量一定比你手的力量还强。放在大腿外侧之后，然后让你的大腿往外开，手脚并用的方式，然后往外拉撑，让整个 PE 线咬进你的前导线。其实仔细看，你就会看到 PE 线已经完全咬进前导线里面了。再继续做正反半扣。总共4个半扣之后，我们稍微再拉撑一次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扭抱结的动作，将你的母线跟你的这个 PE 线的线头成一个弧状，往内缠绕3到4圈，拉紧。拉紧之后，这个扭抱结它就会产生一个很好的保护你的线头不会固膜，产生一个破点。一般来讲的话，这个动作有的人会用半扣的方式来做保护，小饼这边的话则是改用扭抱，其实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。再来就是保险，一个就是你的 PE 线的线头怎么收尾，只要绑一个单节，尽量让这个单节收到越靠 FG 结越好。收好之后剪掉。剪掉之后，它就会变成这样子。这个部分不管你怎么丢它都不会从这边炸开。有时候我们这个线结用久了之后啊，你如果这一边不是做这样的处理的时候，它有时候会从这边炸开成须须。那慢慢的它就会从这边开始松脱。做一个这个保险还是会比较好一点。再来就是前导线的这个线头，前导线的线头我们一样不要剪到底。因为我们使用路亚钳去剪它，所以它会产生一个比较锐利的状态，我们就要用打火机。但是如果你使用打火机的时候，口水万用。口水把 PE 线浸湿了之后，再用打火机去烧，比较不会烧到 PE 线。把它烧一个像香菇头的样子。为什么前导线的线头要烧一个香菇状？只要你没有烧这个香菇状，不管你打几个半扣，你打100个半扣也是一样，半扣很容易会从这个线头的地方慢慢溜掉。所以这个香菇是非常重要的，记得一定要烧这个香菇，它可以让你的半扣不会在这边被滑脱掉。烧成香菇头的样子之后，这样就完成了 FG 结的绑法。是不是比以前更快速、更方便？这个方式为什么跟之前的 FG 结的麻花绑法不太一样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的麻花绑法呢？最主要是因为说
当我们第一线在拉撑的时候，靠拢式的那种麻花，不管你绑得再紧，你在做最后这个拉紧的动作的时候，这个麻花其实都会拉开。而且就算你简化了原本的这些步骤，你一个麻花推挤排列整齐再拉撑，其实这样子的动作它并不会比较强，反倒是这种微开式的麻花。在拉撑的时候，它反而更容易咬进你的前导线。你只需要在刚开始的时候绑这个麻花，尽量的去拉撑它、拉开它，让它咬住你的前导线，然后4个半扣拉紧，将你的 PE 线全部变色咬进前导线之后，再绑 PE 线跟 PE 线的扭抱，再将 PE 线的线头尽量靠结的地方再绑一个单结，绑一个单结完了之后剪掉。再将你的前导线的线头剪掉，然后再用打火机烧一个香菇状，你就完成了你的新式 FG 结，而且你的 FG 结会比原本的 FG 还要更强力。进化版的 FG 结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怪兽山丘要开始迈向下一个里程碑了，我们要开启会员模式，但是会员跟非会员到底有什么差？不好意思，真的没有什么差。也许未来会有一些福利，只是说以现阶段来讲的话，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部分。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先将会员的模式开启。会员模式的开启的话，可以做一个小额捐款，让怪兽山丘可以多一些的营运资金，继续让频道产生更优质的节目内容。增加一些预算的话，我们也会继续投入到摄影的装备上面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开启会员。如果你有兴趣，然后有余裕的话，每个月有一些小额的赞助，那其实对怪兽山丘来讲都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小米跟金宇会由衷的感谢大家，好，感谢这些亲爹干爹们。如果你喜欢怪兽山丘的话，欢迎加入会员，然后小额赞助一下。那如果说没有余裕可以做这些小额捐款的话，也没有关系。我们每一支新片或者是说直播的时候，都欢迎来聊天留言。在怪兽山丘未来的路上，希望一样一路有大家，一路有干爹们，一路有亲爹们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